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今天要选的是这3张牌哈，1、2、3。那同时带来的领取好运势呢，你近期将会在情感上哈，感情上面会有一个丰沛的收获了哈，就是要收成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跟对方的关系哈，本来是在交往或是暧昧的关系的话，近期可能要定下来了哈。他那个丰沛的能量已经来了哈，那个受到祝福的能量已经来了，那个两情相悦，那个2个人认定对方的那个能量已经进来了哈。然后修成正果也有这个概念，但是还不到那一种后面就是已经交往多年要结婚那一种，好像还不到那个阶段。但是目前比较像是说一个稳定关系的初期阶段哈。所以呢，近期如果你其实在交往的或者你在暗恋别人啊，或是暧昧对象的话，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境界，然后你的等待将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咯。好，敬请期待。好，那1、2、3，你选好了吗？如果还要再看下去的话，请你可以按暂停。那如果选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来，接下来是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每次你们相见的时候，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哈，他到底是什么想我的，他到底是什么想你的哈，他是不是有对你有时候隐藏一些新的想法呢？来，我们来预测一下。首先呢，我这里解牌是我通常大部分时间我不会往坏的方向走，不会往那个地方走，因为我习惯性给大家更多的正面跟正念的思维哈，除非我真的无法错过、无法忽视某些坏的讯号，或是比较有警戒的讯号的时候，我才会说出来哈。你可以有心理准备，或是你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我希望大家都是用愉快的心情来听的。来自选到1号的朋友哈，来，目前看起来哈，我一直翻多一点。好，目前看起来别担心哦，他每次看到你都是愉悦的啦哈。目前看到是愉悦的哦，都是丰沛的哈，别紧张，别担心哦。他每次看到你都是非常开心快乐的哈。照这个顺序来说呢，你心里有一些不安啦，你心里有一些不安跟坏念头在困扰你哈，你要让自己的脑袋里那个小声音再缩小一点哈，那个小我跟大我的比较，小我放得太大，然后你内心的有一些的不安哈，你可以整理一下，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你想象中的那些东西啦。内在你跟他看到你，他内在思维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舒适的、舒服的哈。感情是那个情绪是稳定的，然后也有一些想要守卫你的心情哈。然后每一次多多少少都对你抱持着一些特别的期待、好奇心有哈。应该说他不是特别在好奇你。而是你每次出现，他心里都会有一些默许的期待。什么叫默许？就是他跟自己默许下来，就是他跟自己已经设下一个某一个结界了，某一个约定了，就是他遇到你的时候，心情上就有期待一些，你会给他一些特别的事物、特别的东西哈。所以你跟他见面相处的时候，可以多展现一下你自己哈。他觉得你蛮有趣的。每次都有很多特别意想不到的事情哈。如果你是个幽默的人，尽量幽默起来，他很喜欢。那如果你很喜欢每一次都带他去或者跟他去一些新的地方，他也很喜欢，他非常开心，每次都有哈。水能量很多啦，水能量我喜欢看到水能量很多在感情上哈，表示其中的流动各方面够多了哈。像这边宝剑骑士是属于他的哦，但是宝剑9是属于你的哦，这个月亮这也是属于你的哈。它这里有一个很快的分野了哈，这是他的能量，这是你的能量。我翻牌的时候没有这样看，我翻牌都没有这样想，但翻出来的时候它就已经自动把两边分野起来了哈。所以你会发现这两边的数值会非常不同，但是水的能量还是非常流动起来哈。你处于一种比较多的不安稳啦，比较多的害怕啦，不要那么害怕哈，没有那么多害怕哈。对方，我想你可能会被他外表上的反应
误解了，他可能不是他外表上那样冷漠的人，他可能不是，就是说你跟他做互动哈，你可能期待他有个10分的反应，然后可是他只有5分的反应，但是他那5分的反应已经是他做的最满的了哦，好，只是他跟你的期待不一样，不用要求这么多，因为你性格不同啦，性格不同。哦，你觉得的10分，他其实你觉得的5分，其实对他来讲就是已经做到10分了哈、如果你再多要求下去，要做到你觉得的6到10分，对他来讲就是压力，这就是一种压力了。不要这样哈，我觉得还是多欣赏每个人已经做足做满他所能做到的，或是对别人的期待都用一种呃你不要用你不要用你的期待去评价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呢，都打折打折，你的期待打折，好，尽量去欣赏别人，去给对方加分，把你打折下来的东西去给人家加分，好，尽量你才能够比较能够发现一个人他的心意啊，有的时候一些表现啊各方面你都不用太在意了，你要在意的是他的心意，他一些小动作的心意啊，那些东西从微小的地方、微妙的地方发现一个人的真心比较重要哈。不要打分数，不要认为做到什么样才叫做足够哈。然后不要在自己的期待一有一些小落空，就觉得这个人不适合，那个不做的不足或什么的。其实那可能只是你自己的误判而已。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那都是误判，因为你心里的期待值都太高了哈。来。再看看哈，那个不安我再帮你解释一下哈，再帮你看看，因为我觉得你在不安什么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知道你自己的不安啦，我翻1-2张看就好了。然后过往的事情吗？一些过往的经验让你现在感觉到不安了，你要排除掉了哈，没有那么严重，这个人不是，来我往那边翻，他的哈，对啊，这个人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啦，这个人比你所想象中的、所认为的人更有内在、更加深层哈。他其实对你的感受，他观察你，他认知的你比你以为的多很多，多很多。而且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一种很不错的稳定感、平衡感、安静的感觉。他其实跟你在一起很舒适，所以你看他如果反应不够多，其实那是因为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放的蛮轻松，这里看起来放的很轻松哦。而且他觉得跟你相处的时候有很多的舒适感，是你所不知道的一些情愫，有点像是说，他以前就有过这个感觉，他一辈子都很喜欢那个感觉，在你身上有哈，只是他不会告诉你，他把它放在很心底，他也认为这没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好像一定要让你知道，也不是说你不知道无所谓，而是他觉得他知道就好了，他甚至没有想过。是不是他知道就好了？不会，他不会这样想，他就是一个很直觉、很反射的感觉，把那些所有的感觉跟那些需要判断的事情，把它综合起来，融为一体，变成一个答案，叫做跟你一起的时候觉得很舒适，跟你一起的时候觉得很有趣，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能放松。哦，这个结论是他有很多的内在的稳定的感觉。哦，内在稳定，他觉得跟你相处蛮稳定的。然后每次都有一种童年的快乐的感觉也有然后他内在心理精神面的平衡也有，但他不会特别去觉得是让他身心里感觉到平衡，他不会特别去这么觉得，但是他的直接的感受就是比起他的生活，比起他的工作，比起他跟别人相处来说，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更能够找到一种宁静，更能够觉得双手是松弛的，双手不用负担这么多东西。他能够摆脱很多，他能够不小心或是瞬间就忘却一些他本来还在烦恼的事。他应该要常常担心的事情，可是遇到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达到一种很特别的平衡，很特别的稳定，让他没那么担心了，让他不去想了，让他享受跟你在一起的那个时刻。好，所以你会觉得他可能有点没那么热络，反应没那么高哦。
但是其实他正在享受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平静。你可能会觉得说奇怪，他怎么没有那么多主动的动作或什么？可是他所反映出来的那一个平静，那一个不表达，恰恰就是在跟你表达跟你在一起的舒适感，跟你在一起的自在感。好，不要误解这个事情了哈。有的时候并不是他对你没兴趣，他对你冷感或什么，而是中间有那一种平淡。两个人在一起要进入一种很平常的日常的平淡，这才是最难的哦。那表示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对于生活、对于生命的默契已经达到了那一种无忧无虑或是极度稳定的一个状态，才会有一种好像有点烦闷，有一点没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创意，没有什么。其实那个才是最难达到的。你不用花太多心力去制造那些，就能够达到一种安心的感觉，这才是最难的哈。来，我再帮你看更多他那边的思维哈。好，我最近很喜欢用这个牌，这牌每次给我带来的讯号都非常强烈跟非常多哈。我已经故意不要看到这牌的时候都讲太快太多，但是真的讯号很多。来哈，我再来帮你看他的方面，我们就只专心看他的对你的想法概念上面有什么讯号。7哈，他对你蛮多想法的啦哈，他对你蛮多特别的想法的哦。然后我认为他遇到你的时候那一种快乐感、舒适感，他真的藏得很心底耶哦。他藏得很心底，你慢慢体会啦哈，你可以慢慢观他一些小动作什么的。他其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个非常快乐的人呢。他是个非常快乐，他心里有一些兴奋感、一些快乐感，有像是过年过节哈，放假日，有点像是长假前的下班的那个快乐感，他有在心底哈。来，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解释，我们放在旁边哦，等一下我来帮你解释。哦，他有那种舒适感哈，刚刚前面讲的跟前面上一组其实都很吻合哈，只是这里都在加强了，牌面在加强了为什么哈？我帮你看一下哈，他甚至喜欢跟他的朋友或什么来，他其实偷偷在跟朋友，应该是说他朋友问到他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炫耀你，有一点小小的分享你的存在，让他感觉到快乐。他朋友有感受到这一份快乐哦。然后，这个平衡有，它这个平衡已经是双重的平衡了。除了女祭司牌出来的那一种内在的心理品质、内在的品质的一种宁静感有存在哈，一个高品质的宁静哈。然后也有一种就是每次遇到你的时候都有一种很综合的哈，很综合调和的感觉，就4个元素都调和的非常稳定哈。所以也难怪他跟你在一起才会觉得，才会达到那种平静到那种稳定哈，很受保护的，他感觉到很受保护的，其实他也反过来，其实也想保护你，然后他甚至有点觉得给你的东西不足哦，他还可以给你更多哈。来，这个我来帮你解释啊，在这里出现的时候，我跟你说，他大概是在讲说，就是我刚讲的，他有内在的有一些不足啦，哦。他其实还是有一点小焦虑，但是那个焦虑不够明显，不够大到困扰他。他一些小焦虑是，他有在观察你，还能给你更多什么，还能给你什么，你还需要什么哈？这是在他的稳定里面，我觉得唯一看到的一些小讯号。他想要给你一些东西，所以他必须要从你身上得到更多的讯号，所以他希望你能够多分享你的好奇心，你喜欢什么，你想去哪里什么的。然后你分享的越多哈，他越是能够抓准他想要给你的东西哈。他认为他有能力、有义务、有责任要给你更多哈。他认为如果你感受不到
满满的丰沛感、富足感、感情上的舒服感，跟他一样，他在你身上得到那个自在感，他会觉得对这感情还蛮不公平，他也觉得对你不公平，所以他其实在私底下努力做了蛮多让你感觉到舒适的事情哦。好，但是但他又不是眼高手低的人，他是很务实的人。他其实前主有很多很务实的感觉在里面，然后土能量蛮多的，土能量一直在垫底蛮多的。我觉得他跟你不同，他不是能够表达的这么清楚的人，所以，但是他心里有想要给你更多更多，所以我反而觉得你可以慢慢欣赏他很多小地方的小动作，那是他在努力给予你的快乐哈，所以你可以多欣赏一些小地方小动作哦。来，这个放这哈，来看一下更多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人蛮有趣的，我帮你挖掘一下他。他真的不是你外在看到的那个人哈，他心底是有很多浪漫的想象的，有很多浪漫的作为的哈。然后，但他也有蛮多的一些 drama 的想象的画面的，比较神话型的。他内在有蛮多像神话型的卡通式的哈，也不会说中二，就是他身体里有股浪漫的血意跟浪漫的本能哈。他其实是个蛮浪漫的人啦，哦，只是他不善于去营造或是表达那个，他懂得去欣赏世界的浪漫，他懂得去感受世界的浪漫，但到他身上的创造力就稍显不足。不过他心智上的概念是蛮对的，他是一个勇者，他是一个勇士哦，他是一个魔术师，他是一个有能力改变世界的法师，或是有能力的什么的，就是在这种想象的了哈。然后他遇到你有一点小小的救世主情节，他并不是对外人，他就是有一种新的小幻想在脑海里浮现。他觉得一样，因为他的极度浪漫，他觉得他能够带领你去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就是说，他跟你两个人关系里，他觉得他会是个 leader，他会是个给你更多的创意、更多的方向的人。哦，然后你有任何困难，他也是可以带着你勇往直前、改变的、保护你去解决的哈。他有一个守护你的概念在里面，而且他不是一个空虚的人、空洞的人哈，他其实内在蛮丰沛的哈。这个命运之轮在里面的时候，他有一些能量是提升的、扩大的、加大的哈。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他的优点，其实比我们觉得的还要再多，只是他都藏在里面呢，也不能说闷骚，而是他就觉得没有必要拿出来说哦，他就觉得他会尽量做到更好，他要尽量做到能给你的最好，他很努力在做了哈，只是他有感觉到好像跟你的期待有一点点差距，可他已经很努力做到了哈。所以如果你现在交往的一个人，你有感受到他做事好像有点力不从心或什么，可是请你注意，那已经是他做到最大的了，他还在慢慢进步，他还在慢慢学习。然后我觉得那个窍门是，你尽量多分享你自己，但是你的分享不要出现建议跟抱怨，不要，你就多分享，用另外一种角度去分享你自己，就是说你可能看到喜欢去的地方，哦，你想去的地方，你不要分享给他，跟他说，我想去。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方法，你可以说，我好喜欢这个地方，我看别人去都好棒哦，好好奇哦，这样子哈，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介绍分享方式哦。你可以借用他人借花献佛的方式说，这好好奇哦，而不是说我好想去，这两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哦哈。因为我们要相信，我们给的一些讯息会在对方的心里放下一个小小的幼苗，它会慢慢发芽，它会发芽到，它会意识到说，也许带你去还不错，你可能会喜欢。这就蛮混合，说你很想去，其实一样的概念哈，用一种丢饵的方式比较好啦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给建议或是太强势的去表达自己很想要的时候，其实对方会去衡量自己的能力，他发现我现在还没办法给你，那他就会去增加到了对方的压力了。
啊，并不是这跟抗压性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性反射动作，这也是一种讲话的艺术，看你要怎么表达哈，才能够让别人接收到讯息，又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分享，或是你很想出国，或是你很想什么，好像一起去哪里，你可以说哇，好像忘了去这里，好像好久没去这里了，或者好像忘了去这里去旅游了，嗯，我得改天来查查会不会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这样子就可以了，也不用特别说啊，我真的好想去哦，我这都没去，我已经很久没去了，很久就变成它是一个气氛上的改变。好，然后对方虽然都会觉得他愿意带你去什么，可是那个压力的制造是完全不同的哈。你可以学习看看，你可以思考看看要怎么讲话，在你们的情境里，怎样会比较柔软一点。同一种讯息，要种比较从柔软的方式去在内心里发芽哈，而不是硬生生的在不适合的土壤里发芽，硬生生的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扎根。种下一个幼苗，完全不同哈，你可以感受一下，它会让整个浪漫的气氛，让整个相处的关系会比较不同哈。尤其这个人，他内在本质都不错啦哈。我通常都会去努力去发现一个人的好的本质哈。这个人我没有看到太多的缺点，除非我刚刚就看到，其实刚刚讲的也没有什么缺点，只是说他有一些比较强、比较弱的地方。他比较弱的地方就是对于情感的表达、内在真正思维的表达。他不是一个表达能力差的人，但是他对于情感的表达这方面会弱一点，会比你弱一点，所以你可以体谅他一下哈。他已经很努力了哈。来记得我刚讲的哈，相处上的一些小建议。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希望你有收到我很多的小小的建议哈，跟帮你剖析一下他的内在真实的想法跟感觉了哈，希望能够帮助到你，来祝福你哦哈。如果喜欢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好，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每次我们相遇时、相见时，他是怎么想我的？我在他心里是什么样子呢？我每次见面时候能带给他快乐的感觉吗？他是兴奋的要见到我吗？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呢，我解牌不会，一定会往一些不好的地方讲，除非那个不好的地方特别一定要我讲出来，我才会讲。我大部分希望能给你们更多的正念的方向、跟正面的想象、跟正念的期待哈。所以我尽量会挖掘对方的优点跟他品质上的，就是好的，我就是尽量讲好的地方了哈。好，来，我就翻多一点，让讯号多一点一次讲哈。好，来哈，看什么？我先讲一个我比较在意的地方，就是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怕做错事哈。然后如果你的反应不够热情热烈的话，其实对他心里有一点小伤害。他其实不是脆弱的人，但他非常在意你的反应，非常在意你的反应。他不是脆弱的人，他内在其实蛮强大的哈，他有很硬的城堡。他有很强的意志哈，他是一个很有强的意志的人。他除了跟你相处之外的情况，他就是很有意志的人，很强壮的人，很有领导性的人，很能够发挥自己工作能力的人。然后他对事物的事情也很好奇或什么，然后他也有非常好的判断力哈。以他自己来说，他是一个人格品质都还蛮强韧的人哦，而且他有着不容易被打败的心啦，他不是很容易被挫折所打败，但是他遇到你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点错乱了，有一点点紧张哈。这代表他其实对你蛮在意的，对你真的对你的感受蛮喜欢的哈。他这里他出现的那一些困扰或什么哈，都在遇到你的时候会出现，但是还好，他每一次都能够迎刃而解，他每一次都能化解他心里的一些感受。譬如说，他打个比方啦，他可能满心期待跟你讲说他带你去哪里吃东西，或者说跟你一起去哪里，可是你觉得不好，你不喜欢。
他能够马上跟你说，哦，好，我还有 B 计划，我还有什么别的更好。可是，在那一瞬间被你拒绝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有点小受伤，他就是啊，这不好吗？他心里的价值观有一点小小的偏移，但他很快就有点调整回来了，差不多是这个情况。他马上就调整回来说，没关系，那我们下一步走，这样子。他能够想，可他心里那个小小的小打击还是会出现哈。这表示，可是这种小打击在其他地方比较容易不太容易出现。但是跟你的时候，这些小小的情况反而会变成重击，很特别哈。他对你的在意值其实有点放得太高了。对，好，每次到这里就一起出现哈。我在翻的时候，我在想一些事情了哈。直到这个阶段，就表示他确实对你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他对你的反应非常敏感哈。不过还好，他本质上他其实本质是个很稳定的人，很务实的人，很实在的人，也很会提醒自己、反省自己啦。然后他不太有你想象中的浪漫，他有一颗心，他有心细的地方，但是不多，不足以制造很浪漫的情节，很浪漫的状态。它比较多的是很多热情，它会让你感觉到非常多的热情哦，是一个很能量很外放的人。当浪漫的品质的，你那个细腻度有，但是你会觉得做的不够细腻，但对他讲已经做的很细腻。而且他那一个水能量的存在都比较多在于对于你的反应的敏感了哈。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个人我觉得你多夸奖他多夸奖他，他会做得更好，因为他是一个他内在世界是有点傻呆的，因为他很务实，他也是言之有物的人，他不会。他就说一说一，有什么说什么的那种人啦。他不会天马行空，他不会画大饼，然后他就是他能做到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不太会去彰显他能做到什么，他就是能做到什么他就做。这个第一组牌的蛮像的话，你可以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第一组牌只是相较第一组牌说，这个人的浪漫程度就没有那么丰盛了但他的火能量很多。我觉得他火能量很多的点在于，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能燃起一种对生命的，就是有点下雨过后出太阳的感觉啦。他每次遇到的时候，大概都有这个气氛啦。他很像是那一种在花园里或在农田里灌完溉之后，下完雨之后，他的心境，他就是那种，他遇到他心境就是会觉得说，我已经处理完了这些农地啊，种完菜了之后，也下了雨了，也施了肥了，现在差什么？就差一点阳光。他跟你相处的时候，就是觉得你就是那个会出现的那个阳光他跟你在你在一起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对你就是又爱又恨。为什么又恨？因为他有时候想要期待你出现的时候，你并不出来啊。我们在等待你在阳光出现的时候，但你不会随时都出来因为时间是在你身上所控制的。所以他对你的反应啊，他对你的，他都会有对他的内在是蛮多冲击的啦。你说的话或什么，他其实都听得很清楚，有点听得太清楚了而且你说的话，他常常会把它拿来变成是对于他自我的评价，他也有这个概念但是他对别人不会这样他对别人的话的时候，他就是一种非常强韧的内在，非常强韧的心智，他会对抗他会对抗别人对他的评价，对他批评，对他的不满或什么。可是他遇到你，
他会全盘接收你的反应哈。他为了喜欢你，为了想要跟你在一起，他会有很多的修正，很多的调整，哦，很特别啦，因为你可能就是他的罩门吧。来，我再往下翻，好，我们再来继续挖掘他更多的，好，挖掘更多这个人啦。来哈。好，开始出现一些，好，大概有一些他的缺点出来了。他其实，他可能以前有一些事情让他自卑过所以他这个习惯性自卑的小缺点没有完全治疗好然后，但是他后来因为成长了变得更成熟了他很能克服，很能够转念但是常常会被这种小小的自卑感所影响到，然后尤其在感情上面这种特别敏感对于感受上面的东西的时候，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变得比较视微，他会变得比较微小，但他不会在你面前表达出来，但他会把自己变得更强壮，他会去隐藏这一个比较自卑的，就是他会受挫的时候会缩小一点点，但他会马上再膨胀，再强壮起来，很快，速度很快，但是他无法去避免常常被一些敏感的东西有一种自我伤害，所以他常常会困在这一种很快速的自我的小挫折里。但是别担心，这不会让他变懦弱，他还是这边很多牌看得出来啦，他的眼睛是看得更远的，更有远见，看得更长远的，所以他很快就把自己调整出来了哈。他内在有一些说服自己的话，或是已经习惯性告诉自己的话，就是说那没什么大不了，就这样子，我能够挺过去那些小事情，我以前就熬过了。他还是这种讯息会在这边，征服他原本那个有点小自卑的东西哈。不过他确实真的是一个火能量非常强大的人呢哈。我每一次出现的火能量都是这副牌的，他的火能量很强，所以你可以珍惜。他其实是一个内在心思很澎湃哈，是一个很庞大的烈火的人。他有源源不绝的体力跟精力，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有源源不绝的行动力，其实他的行动力很强。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让他的人其实是充满魅力的哈。而且在他的内在里，他觉得他如果不做这些事情，他不每次都去发掘一些新的东西、有趣的东西往前走的话，他会觉得生活是非常乏味的。所以他心情内在是非常丰沛的哈。只是他可能会觉得，他想要给你的东西，他想要很多给你的东西，常常觉得你常常会害怕你不喜欢，或是常常害怕你不接受所以他会有很多的选择困难，他的选择困难都因为你他有一些可能有4-5家餐厅，他想带你去吃他会陷入这种选择困难。他原本已经觉得 A 是比较好的，但是他每次遇到你的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就反而选不出来，因为他把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放得太重了。他跟你相处的时候，自我的直觉能力会被削弱。很有趣，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他其实以他的本质上，他是一个只要没有你在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斩钉截铁去确定他要走的路、走的方向的人然后他也没有选择困难，他反而有很多想要的东西，他都能够一一得到。然后他也能让他自己的生活也很丰沛、很丰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很多有趣的生活，他都已经很多都玩腻了，开始觉得有点乏味了，在他的生活里，表示他是一个很乐于去创造新的能量的人，所以也难怪他的火能量一直都在嘛，因为他好像会找到各种不同的火能量，各种不同的燃煤，让他自己一直充满着生命力。但偏偏遇到你的时候，很多他原本的规则很多逻辑就走样了。但我觉得这是一种爱的表现这是他爱的语言他没办法控制的。还要再多看一下它。
那它会出现哈，但没有问题。但刚刚我们已经都解释过了，因为我们只是在抓它哈。这些也是哈，这些我刚刚都已经解释过。内在有一些瞬间的一些过往的自我的东西哈，但它很快就，因为土能量真的太多了，它真的很快就能够面对跟解决哈。好，有没有新的牌的解释的话，你放心啦哈，他一步一步的找到。他已经一步一步的习惯跟你相处时的常常的一些小冲击、小挫折，他也渐渐的找到方法，不再那么敏感或者不再那么放大你每次讲的话对他所带来的一些冲击跟被拒绝的、被否定的感觉，他已经慢慢在练习了，但速度没那么快哈。反正他的内心澎湃的那个火焰。对你的那个火焰跟热情从来没有减弱过，反而是让他越挫越勇，越想要找到跟你相处的最好的方法。好，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有点莽撞，有点笨，会觉得他有点笨，有点粗心，有点什么。但我必须说，他已经很努力要让不要犯这些错，让你不要有这些任何的负面的感觉了。而且他也很特别，他即使这样子，关系里他已经四维了，但他不甘心自己在这个关系里的时候是磁场比较弱的人，所以他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强壮，要更好，要强壮，要更好。他在跟自己挣扎，但他也不会让你发现。他希望他能够在你身边或什么，他是更强壮的哈，更有力的所以他隐藏的蛮好的，只是因为翻牌翻到，他隐藏的蛮好的。他也会尽量的不会把那一个只有热情的傻乎乎的状态表达给你但是你偷偷的观察，他有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疲累的感觉。那是什么？那是他脑袋过度思考了。你有些反应会让他突然过度思考，所以他会想的特别多，然后会在一瞬间没办法控制。所以有时候会突然安静下来，并不是他觉得无聊啊，或者觉得没兴趣，或是觉得没感觉，不是，他是陷入了某种过度思考里，他会突然安静下来或是他的过度思考结束了，然后他需要平静一下下，所以他有时候会突然安静下来，突然不说话，是因为他有时候在你这关系里面的各种反应啊、各种状态、各种的言语、各种交谈里面，他有点过度思考了，他脑子需要休息一下，也有这样子。好，那这个大概就是2号牌的朋友，希望能够理解我大概诠释了一下这个人他的内在大概就是这样了这些都是外在一定是看不出来的，都是他的内在有一些小剧场应该也不算是小剧场，而且是一些快速的感受。有些内在快速的感受都是来了、消化了、来了、剔除了、来了，就是他会在内心会有很多感受的前前后后在改变所以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有时候他突然安静下来，他突然不说话了，不要把他认为是因为你或针对你，没有，他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他在自我整理的瞬间一个很正常的反射的自我整理的瞬间有时候对方安静下来就让他安静一下吧然后他会表现得更好，他会更符合你的期待了那些安静的片刻很重要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希望你能够理解，希望你能够得到帮忙，希望你得到一些方向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好，2号牌的朋友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选择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你们相见时他对你真实的想法他遇到你的时候他是兴奋的吗？开心的吗？他每次都期待与你相见吗？好，来我们来帮你看看他内在的本质记得我讲牌尽量都去探查对方的好的那一面好的结构、好的能量除非有真的我难以忽视的一些坏的状况和缺点的时候，我才会讲出来我希望给你们一些更多正面的方向感，对未来有一些更充满一些正向的期待这样子比较好。好，那就先这些来。好，看看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些丰沛能量的牌
没什么负面。这组牌喜欢双牌的朋友哦，他遇到你的时候他真的是满心期待的呢满心期待的各种好的能量都有，而且他有一种怎么讲远离尘嚣的感觉。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会忘却烦恼啦，他会忘却很多的烦恼。哦，我有发现他在很早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就对你有一些蛮多的肯定然后他对你跟你相处也有很多未来的想象，然后你带来了许多他小时候才感觉得到的美好有时候那小时候才带来的那种美好，过往的美好，无忧无虑的美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无忧无虑的美好而且你很像他的充电器，你很像他的随身充电器，在他生活里、生命里没电的时候，他就想见到你，那个生命力的充沛感会再回来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才会感受到生活的平淡感。他想要那个平淡感，他的生活可能很复杂，他希望更简单，他喜欢那个简单的舒适的感觉。当然啦，他也有一点偷偷利用你去逃离他那个对他来讲一个悲惨的人生，可能是太多工作了，可能是家庭有很多的困扰什么的他内在有一些的难受的东西，他遇到你的时候会抛诸脑后，就是我刚说远离尘嚣了有点像是到了一个世外桃源，或是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没人认识他，只有你在乎他，这样子他就舒服了，他就觉得可以了，很满足了然后再挖掘更多看起来都蛮好的来。它有一些理智的东西跑出来了5嘛我认为这都还好，跟你相处的时候这些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甚至好像也能够给他一些蛮好的意见，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他可能生活上的一些困扰或什么，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他会有点开窍。他喜欢跟你聊天，喜欢跟你聊一些，反正他什么都想跟你聊，他天花乱坠，他什么都想跟你聊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有一种逃离了他的悲惨生活，是他的现实生活到了一个梦幻梦境的情况里，但他也不太知道他来这边在等待什么，但他就喜欢来，他喜欢跟你相处，那个丰沛感那一种完整的感觉也有出来这里的8的这个这种内在封闭那种困扰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呼应了他到你这里的时候被抛在脑后了啦他会回忆着每次来你这边的时候，这些困扰都会归零然后他才可以再回去再奋斗。就的确你很像他的生命的充电器一个随身的充电器，你一直都能够充饱他的心灵，让他的内在更丰沛起来而且他有一种，他跟你在一起常常都有一种圆满大结局的感觉。就前面发生这么多事情，但最后总是会带来一个好的结局、好的收尾。他喜欢这样，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跟你分开的时候，他其实会有点小小的舍不得他非常珍惜每一次跟你相处，但他可能，我被说他外在可能没有表现得那么清楚因为这张牌的能量还蛮强的，在正中央，跟这个做搭配的话。这些都是牌面讲的，但他把这一个快乐感、丰富感、幸福感藏起来了你会感觉不到。他不会这样子表达出来，他不会这样子告诉你，他没有，这里没有这一个讯号。他偶尔会跟你分享一些小事情，他偶尔会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但是那都是他已经筛选出来的，觉得最适合你听的。不一定是他最想跟你说的，而是他觉得现在讲这个蛮好的。他不会什么都跟你聊。他在跟你分享一些，他都已经是觉得是不是你，他蛮在乎你的感觉，他蛮关心你的啦。
这还不错。来，再往下翻看第二阶段有没有更多的讯号哈。好，你们两个有某种外在的吸引力牵连着了哈，可是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更深的内在的部分了哈。因为两个好像蛮适合进入新的阶段了耶，可以更加进入新的阶段，对啊，好像蛮适合进入新的阶段，可以讨论了哈。或是你们两个不用讨论，已经慢慢的走向了新的关系的新的阶段了，有这个讯号出来了。因为他这里他总有一些好像刚前面牌就有一点小小的讯号，好像是你们的关系有点不上不下，但是这里第二张牌看到是有点，其实可以进阶的，你们有更好的契机可以再进阶，就是你们的关系成熟度也算不错哦。如果只是一些暧昧或是一些交往什么，其实可以再往下确定，因为关系感觉都还蛮不错，能量都还不错啊。只是说你们中间少了一些契机，然后少了一些提醒，少了一些讨论，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缺少一些很智慧的讯息有出来了。彼此有看到未来的可能性，但是好像不知道怎么往下走。这边我直接说，我看到的讯号是：第一，可能需要朋友的帮忙，可能需要看到别人，别的情侣相处的好的那一面，可能需要，反正这里有一种需要被外力介入的感觉哦，也有可能是有别的追求者出现来激励你们两个的关系的进化，也有这个讯号哦，因为这里还是有一种不上不下的感觉，虽然你们两个对。但是还是缺少了一点点，有人开口说关系要不要再往前走的这一个关键语言啊，关键智慧还没有出来，关键智能还没有出来吼。不过那个方向感已经出来了，未来的路已经出现了，未来那条路已经出现了，就是差一步，感情要在这个阶段结束要翻篇喽！哦，现在有一种要翻篇的讯号要出现了哈，你们要注意一下哈。好，该进阶就要进阶哈，暧昧关系也要进阶，要再进阶哈。你们的关系是受到祝福的啦，受到祝福，但是这两张牌哈。这两张牌搭这张牌哈，有一种卡在一个路口，卡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感觉。明明两个人都知道要往这十字路口哪一边走，东西南北两个都知道了，但是两个人被某些情愫或是被某些现实的感觉困住了哈。然后或是对于确定关系，两个人都有一种不安感，有一种未知感在让你们感到害怕。可是这里有一些牌正在提醒我说，你们俩的水能量啊，各种相处的能量各方面已经都达到一个满点了哈，需要往下走了，不要停止哈，有一种不要停止，因为这里有暗示我说有一个全新的能量在等着你们的新关系进行，你们的关系这里有在提醒我因为虽然两个人感觉都他真的对你感受蛮好的，但是他也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不是适合再进阶或更多哈。其实你们的关系可以更好这里看到你们关系从前面这样翻起来，两个内在的能量各方面都更好，就翻到这里，我发现你们两个竟然没有加温再更好，你们可以再主动一点了哈，创造一些关系上面的新鲜感、新计划、新挑战、新什么哈。好像都蛮能够被接受的。打个比方，你们两个要不要一起出国看看，或者已经出国过了，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去？创造一些新的感受、新的
记忆、新的故事内容、新的故事支线哈。因为这里搭配了这里，再搭配了这个，它有一个能量，就是说有一个新的东西要出来了。当然是因为那个未知感就是有，但是你们要往前走了哈。因为这告诉我说不要被困住，不要被停滞了哈。它这里虽然是两个能量是困的，可它这里有一个绑住的感觉。它在这2张牌这样子挟持住了这整个牌面，我觉得它，然后这里又有一个突破僵局的一个面向，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它就是要告诉你说，你们现在这个不上不下的感觉要赶快突破了哈。缺少什么？缺少一些别人的帮忙，缺少一些外力的介入，缺少一些同才的言语跟智慧。你们的相处里面少了一些弦外之音，让你们开窍了，要进化了。那我只能说，如果你今天没来看这部牌的话，你们还在困在那里。可是这可能就是在今天看这张牌，就是你们的弦外之音了。要主动一点，突破往下走，往下走，不然它就会只有在这里了哈。虽然两个人感觉都蛮不错的，但是其实关系可以进化。好像一直重复讲这个，感觉这个讯号真的蛮多的。我再往下看一下，看看啦，我帮你看看，问问塔罗牌有没有什么。那我们就好好的使用塔罗牌，让它告诉我们怎么往下走，怎么进阶有没有？刚刚已经发现说需要有发现一些方法啦，需要朋友啊，需要别的智慧需要有勇气迈下一步，需要有人开口也有来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这个已经翻到了。我看到别的讯号了这个也是刚翻到了，就是如果你们再不往下进阶的话，会有别的竞争者出现赶快进阶就没事了。那就是有往下走的，你们找到一下往下走的新的进阶的一些动力啦，找一下关系可以进化，再往下走一小步都可以然后未来可能会有新的竞争者出现如果你们关系还没有确定没有在更稳定的时候，竞争者出现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激化催化剂，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催化剂可能你们关系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但是你们两个走的方向也算是对的，不过但是有点小小的危险是，当有别的外力介入的时候，你们的感情会重新思考两个人关系要不要往下走。但现在确实是一个需要往下走、往下进化、改变的一个契机点有出现了然后我甚至有发现说，你们两个已经看到了未来的那一条路，也看到两个彼此相处的一个未来的样子。可是现在有一些小问题，有一些小害怕，有一些让你们没有推进的这么快。我觉得也 OK， 因为我有看到你们两个走在了往未来进步的那条路上，可是节奏似乎慢了。而且这一条路上，我是有看到有在走到岔路口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岔路口我们两个明明就确定要走哪一边，往右往左，往东还是往西，已经确定两个都有共识，却突然觉得选不下去，或是很难选。这个中间其实是差了一点默契，跟差了一点，我觉得是差了一点点你们两个的沟通。你这两个人共识跟默契差一点点，差一点点的，就差一点点。但是你们两个内心都知道，其实你们两个是可以一起走的，是个很好的伙伴。但是就差了一点点那个感觉你们要把它找出来要讨论起来，要聊一下我只能说牌面上确实有告诉我说，现在就是要进阶的好时机了。如果没办法进阶，想办法解决想办法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来看一下创造什么。本来想说帮你们找一点机会，就翻出了可能会有新的竞争者出现，有人魅力突然绽放了啦。帮你看一下。一样这边为什么突然说还需要问问朋友好了，已经3次告诉我说你需要问问朋友不然会困在这里会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关系里。好啦，我觉得你们两个关系要进化，可能会被外力
影响，有新的竞争者哈，有新的人示爱哈，然后激起了两个人往前的动力，有可能哦。好啦，我这边只能说哈，你们两个这个关系里，除了你们两个自己长智慧、开窍了哈，两个一起走之外，有两个可能，三个了。第一，有比较有智慧的朋友，你就问问他要怎么关系更好。好，第二，拿一些已经成功的案例，相处的很好的朋友的 couple， 看看他们相处怎么融洽的，什么甜蜜的哈，看看他们怎么借鉴，看看他们发现，问问他们的优点或相处的一些智慧。第三，我不想要第三个继续出现，但它很有可能出现，它还有能量出现了，有别的竞争者出现，就是说你们两个有人的魅力突然绽放了哈，然后会出现莫名的追求者，莫名表达好感的人，好，然后这个讯号是不被隐藏的，是会两个都会发现的。然后这会激起你们两个对于两个人的关系的紧密度、重要性跟关系的定义的审视跟确定的一个机会点会跑出来，但是他还没来，我觉得他还没有到。我觉得你们现在要进下一阶的关键点，那个闸口先来了，那个十字路口先来了，那个外力结尾那个东西还没来，别的讯号来，那个我觉得他还没来哦，他还在我的感觉的比较旁边。比较远的地方，他还没来，只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如果再停在这里的话，这个人会来吼。然后如果你们两个已经往下走了哦，那你们走的方向就会跟这个别的竞争者什么外力来的这个会走不同的方向，所以他就不太会出现哈。看看你们看你们的，反正这样翻出来就是这个哈，所以第三张3号牌的朋友比较多的剧情要发生哦，你可以期待一下啦哈，蛮丰富的哦。也有一点点危机意识哦，希望能够在这里提醒你。好，我难得会这样提醒你，可以注意一下哈。好，希望能够理解我对盘面的解释，然后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然后我尽量给你们一些好的方向感跟正念的一些期待。好，就这样咯，谢谢你来听我选择3号的朋友。